牛马果然什么时候都是牛马。原本的世界里，我是顶级漫画家，每天兢兢业业，卷生卷死，结果毫无意外的把自己卷没了。死后穿越来这里时，我是举人老爷周荣家的独子，他资产颇丰，吃店租就能一辈子衣食无忧。我决定这一世要好好当个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的少爷，躺平。然而，这样的好日子在我6岁这年戛然而止了。原来我是周家报错的假少爷，真少爷在陈家湾的农户家里。我从周燕周少爷变回了牛马陈燕。弟妹啊，男娃不是你们这么娇惯的，都在床上躺2天了。咱只是农户，比不得那周家能养为少爷。阿燕在周家过的富贵日子，刚回咱家就因干活把腿割伤了，总要让她养好身子。她在家躺着，田里的稻子能自个跑回家里不成？不抢着天时把粮食收回来，咱一家吃什么？合着一大家子就靠我一个6岁的孩子吃饭。大嫂要是怕活干不完，明儿下地来帮帮我们。来这个家2天了，我三房终于要反抗了。我还要绣帕子拿去换钱，给青梅读书，哪有空下地？等青梅科举考中了，以后当了大官，你们三房也跟着沾光。现在吃点苦算什么？不然三房就是不孝，是忘了祖宗。不止三房这2口子得为我的儿子累死累活，三房的独子陈燕这辈子也得供着我儿子，直到我儿子当上官老爷为止。我也要读书考科举。我也要读书考科举。这一世想要过得舒服，只有科举这一条路。正所谓穷秀才富举人，等我像周荣一样考中举人，拥有大量田地，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平。读书要教束修，逢年过节要给先生送礼，买书买纸张笔墨，还有应酬，样样都要花钱。你以为咱是什么富贵人家？说读书就读书，咱家就供得起一个读书人。哦，那就全家供我读书啊！啊，儿啊，你可真敢想啊！你做什么美梦？我儿子读了10多年书，马上要考上童生了，你让我们放弃他来供你？都读了10几年书也没中童生，更该把机会让给我。弟妹也是这么想的？我给娘争个诰命夫人当，咱不用指望堂哥。这孩子回来2天了，还是头一回喊我娘。这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，若是一直在身边养着，必定跟村里其他孩子一样，早早下地干活，我也就认命了。可这孩子被周家养得白白胖胖，活脱脱就是个小少爷。我从嫁进老陈家开始，再苦再累，我都得跟个男人一样下地干活。谁让我嫁进了老陈家？可我的儿子也不比别人生的差，为什么大房的儿子可以读书当老爷，我的儿子就要从少爷变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？大嫂，咱祖训也没说只能让大房子孙读书。还以为老三媳妇是个老实的，今天才知道老三媳妇竟然想要比大房强。我看呐，你这宝贝儿子已经是个好吃懒做的了，打着读书考科举的主意，就是不想下地干活。知我者邹氏也。都站着干什么？家里家外的活全指望我这个老婆子不成？娘累着了吧？哼，去地里摘菜可比不得你们闲聊累。奶，来老陈家2天了，还是头一回吃这荤腥。赶紧吃，别让你大娘瞧见。娘，你没长嘴啊，只知道带着孩子站着，由着他骂。当家的是大嫂。你干什么？夹肉，我的动作有什么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吗？你堂哥读书费心血，大伯每日去主家算账也费气血，他们俩都要靠吃肉补身子，你每天躺着，吃的哪门子肉？阿燕，快坐下。奶奶是长辈，家里的肉就该有她一份，不然传出去，大家还要以为堂哥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大梁朝与明朝的制度很相似，读书人极注重名节，
正所谓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，大房是万万不能辱了陈青梅的名声的。娘，阿奶该吃肉。爹要下地干活，不吃肉哪来的力气啊？你是饿死鬼投胎还是怎么的？一双筷子专往肉碗里伸，天天活不见干，吃的倒是顿顿不落。你们大房能吃肉，我为什么不行？肉是我爹娘挣钱买的，就是没你的份。家里的粮食都是我爹娘种的，我们三房种的粮食大家一起吃。你们大房买的肉一块都不分给我们，你们大房这家当的真够丧良心的。要不干脆分家吧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一家人谈什么分家？家里10亩田地都是我爹娘种着，他们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，桌子上有肉都不能夹一块，这叫什么一家人？别说在现代，就是在周家这6年，我也能每天吃到肉。陈家这碗水煮肥肉看着就腻，我才不馋。可今儿我就是要把事儿挑明了，不能一直让三房稀里糊涂当傻子。我带了1刀肉回来，你就煮这么一碗，够谁吃的？把今天带回来的肉都做了，端出来让大家吃个饱。行，这就去。赶紧吃，别让人以为你们2口子不会吃肉。乖孙子，我们会夹，你自己多吃点，好好补补你的腿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回来才2天，瘦的都不成人样了。他还瘦，整个陈家班都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胖的人了。这些鸡蛋都是咱给你娶媳妇用的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。就靠你偷来的2个鸡蛋给我娶媳妇儿？你才6岁，离娶媳妇儿还有10年，一天偷2个鸡蛋能换2文钱，1年就有，1年是730文，10年是7300文，折白银7两3钱。你不用算盘就能算出来。我在周家的先生一直夸我聪明，将来读书肯定有出息，到时候我天天给阿奶买肉吃，给阿奶买金镯子戴。能在10年后把你娶个媳妇儿就不错，靠偷鸡蛋攒钱供不起你读书。可我不想我们一家2、3代人都为大房当牛做马。以前的肉都是大房吃，三房也没吭声，怎么今天就得把那么些肉给三房吃啊？那小子都提分家了，你跟他闹起来，万一老三一家子话赶话真要分家，你自己去种地供青梅读书。他们还指望咱们青梅明年考个秀才，好叫他们跟着沾光，怎么舍得分家？三房要是想分家，早就提了，哪里用得着今天？那个陈燕跟你提要读书，被你给拒了，晚饭就以1碗肉朝咱发难，提出要分家。这小子在周家被养的心思深得很，往后肯定还有的闹腾。陈燕这小子才6岁，能有这等心机？长大他的是周老爷，举人老爷哪个不是人精？当初我读了10几年书，连个县试都过不了，能考上举人，那是何等的人中龙凤。陈燕从小受举人老爷启蒙，若是读书，兴许还真能中个童生。可惜是三房的孩子，我不可能让三房抢我儿子的前程。他再精明也就6岁，只要把他养废了，三房2口子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来。你青梅哥是为了咱全家读书，是为了给咱老陈家换门楣。他明年就下场考科举，等他中了秀才，到时候也能送你去读书，日子也就好过了。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，你等几年再想读书的事儿，先拖个几年。等我彻底错过读书启蒙的年纪，这辈子也就只能跟我爹娘一样给你们当牛做马。邹氏肯定没这样的心机，只剩下我那便宜大伯陈德福了。老登够阴的。大娘说的有道理，还是阿燕懂事。我最近要练字，堂哥的笔墨纸张都分我一些。你练什么字啊？为了恭亲为哥，我几年都不能读书，要是连字都不练，这几年就荒废了。我以后也想为咱们老陈家换门楣，不就是一点纸和墨吗？能换以后三方继续乖乖供我家青梅，也不算亏。哦，3张纸写不了几个字。大娘，你该不会连纸都舍不得吧？那还是一家人吗？纸贵，你青梅哥平时舍不得买多了，家里只剩下这么几张，我将就用着。大娘让堂哥明天多买点回来，我后天要用。再杀只鸡炖汤，给我爹娘补补吧。你还想吃鸡？大娘，你偷偷在屋子里炖肉跟陈川2个人吃，我在院子里都能闻到。好，那就杀一只鸡，给你爹娘补补身子。谁让你们非要用糖衣炮弹？那就只能被我牵着鼻子走喽。杀鸡，青天白日的，你做什么美梦？大娘吩咐的啊，说是我爹娘最近太累了，
再不好好补补，身子都要累坏了。读书资格暂时拿不到，可以先赚钱。最适合我赚钱的方式是画本，有些印氪精良的画本会带一些插画，大多绘制的极粗糙，这不就是我的机会吗？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《水浒传》从前朝起就被禁了，那就《三国演义》吧。我如今是都比脸干净，头一个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画换成钱，那就要迎合市场。头一幅就和老少皆知的桃园三结义吧。没有肉，鸡汤比肉还补身子。大伯，我可以吃鸡肉吗？你是老陈家人，自是能吃的。奶奶和我爹娘能吃鸡肉喝鸡汤吗？叶家人说什么能不能的，想吃就吃。大嫂，吃吧，都吃吧，一个个胡吃海塞吧。你们两个真是傻的可以，平时干起活来跟不要命一样，鸡汤都摆在眼前了都不知道盛，还要我这个老婆子动手。吃！我这孙儿真聪慧，可惜糖衣炮弹怎么才坚持了1天？卖画得去县城，可我现在年纪太小，一个人去县城不现实。爹娘要忙着田地里的活，根本顾不上我。大房子肯定不会考虑的，就只剩卢氏了。奶，昨晚我看见我爹两边肩膀一块好皮都没有了，腿抽筋的睡不着，再这么下去，身子怕是熬不住。农忙正是要命的时候，每顿喝碗清粥，谁受得住？所以阿奶，我们要想法子挣钱，帮我爹娘补身子。咱把我的画卖出去就有钱了。你能画出什么好画？阿奶，你太小瞧我了，我可是举人老爷养大的，也是他教我画的画，10里8乡都没有比我画的更好的。不信您看看。这画真好看呐，人是人，树是树的，还有屋子呢。巨人老爷养出的孩子就是能耐。走，奶带你去县城。您行行好吧。走吧走吧。 3个鸡蛋能换3文钱。今儿你的画要是卖不出去，我就把你的屁股揍开花。先跟我去把鸡蛋卖了。鸡蛋，新鲜的鸡蛋。你们祖孙俩花2文钱进城，就卖这么几个鸡蛋，真是有钱烧得慌。今儿这画要是卖不出去，我怕要是完了。农忙累人呐，我就想着来县城买点肉回去给家里人补补。也就是这2天攒了几个蛋拿来卖，没指望挣钱。新鲜蛋呐，我全要了。我们书4有自己的画室，也早就刻好版了。换新画费时费力不说，实在太费钱，不划算。大量的印书已经普及了，凡是大批量售卖的书都是雕版印出来的。那些插画的版一旦雕刻出来，就会一再的重复使用。即便我画的再好，书4也轻易不会使用。不过没关系，前世我刚画漫画时，也是从最大的漫画公司开始投稿，被退稿后就找第2档的公司继续投。回家得了。你们书4可收《三国演义》的插画？还以为陈燕已经很胖了，跟眼前的胖墩比起来，实在是瘦的可以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插画我看了不下10版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进城花了3个鸡蛋，画却没卖出去，亏了，亏大发了。衣服鲜亮，布料又好，一看就不差钱。书4破不要紧，少东家有钱就行。我画的桃园3结义，要看看吗？不就是刘关张结拜吗？还能画出花来？我这幅画是宝贝，比你看过的任何一版都好。你要是不看，就损失大了。那就给本少爷看看你的大宝贝。好画啊！寻常的桃园3结义画作重意境，此画却不同。3人鲜活如真人，宛若亲临结拜现场，好画啊！
原来插画还可以这么逼真。一幅画300个大钱，卖给我怎么样？一张画300个大钱，抵得上我偷大半年的鸡蛋了。少东家万万不可呀！插画雕版繁琐，花销极大，咱若是弄个雕版，书房最后一点底子都要被掏空，这书肆怕是再支撑不下去了。就这3幅画，咱们再印《三国演义》，保准大卖。我大赚一笔，咱们的书房就盘活了。少东家好眼光，过奖过奖。《三国演义》虽许多人看，可印的书房也多。年前我们印的100本《三国演义》，现在还堆在库房里积灰，便是印刷出来也不好卖。咱们书肆已经没人来光顾，实在经不起折腾啊！爹把这家书房给我，就是为了让我学如何管理自家生意。若是我一出手就把半死不活的书房彻底搞黄，实在无法向爹交代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能放过？用书房账上的钱，我自己买。你觉得价钱如何？少东家还有《三国演义》没卖完，不用另外印书，只要把画印出来，将这画作为封面，重新装订就成。如此好画做封面，被弄破了岂不是可惜？若是这画放在书内，客人又怎么能知道？把火烧赤壁那张画放在封面。10多年了，我可算又摸到银子了。瞧瞧这银子多亮，多好看！赶紧吃，别饿坏了我的宝贝金孙。3张画就卖了9000银子，还赶得上老大2个月的工钱了。这个宝贝金孙简直就是戏文里的招财童子啊！阿奶还没有吃，奶饿着肚子，我赚钱没劲，以后不画了。一张画300文，那怎么能不画？宝贝金孙年纪不大，倒是个孝顺的，怕我饿着，非要我买包子吃。奶就爱吃馒头啊，顶饱。一个肉包子要2文钱，一个大馒头只要1文钱，分明就是想省钱。算了，不揭穿他。等以后咱们分家了，阿奶跟我们吧，我会努力赚钱，让阿奶天天吃馒头。地主家也不能天天吃馒头，咱什么人家还能过那神仙日子？老伴儿走后，无人再顾我饥寒；长子富足，只顾自家；次子离家不归，3子贫寒，有心无力。唯有小孙儿贴心照料，给我温暖。等我长大了，不只要当地主，还要当举人，让阿奶每顿白馒头就着肉吃。等你长大，阿奶都要去见阎王爷了，还是享不到你的福喽。那人一看就是出自大户人家的管事，陈德福跟陈清维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吃饭？一会儿再收拾，我有话要说。高老夫人上个月去了，高家那位侍郎前几日回乡丁忧。高家在平兴县盘踞多年，祖上出过3位进士，举人更是高达7、8位，在平兴县可谓第一家族。清维往后是要入朝当官的，若能拜这位高大人为师，往后就是前途无量。可那样的大官怎么会愿意收清维当弟子？清维天资聪颖，必定前途无量，只要见到侍郎大人，定有机会。可清维如今没有功名在身，高大人又怎么会见他？我已托关系结识了高府的一位管事，只要他帮忙，在高大人出门时让清维碰上便可。只是果然有指示，如今找高管事的人极多，这帮谁不帮谁，就要看各家的诚意。大哥的意思是，大房一直管着家里的银钱，这些疏通的事，往常并不会跟我们说。高管事说了，要100两，方才愿意帮忙。100两，抢钱呢？啊！那是高家侍郎大人，若能拜入其门下，清为县市、府市皆能得到关照，将来考取秀才举人，便可光耀门楣，了却祖辈心愿。100两银子实在太多，我们哪里拿得出来？这些年你大哥每个月发工钱，加上我绣帕子挣的，一共攒了33两银子，再卖些田地凑一凑也就够了。卖地？家里一共也就只剩下16亩田地，要是卖了，咱们吃什么喝什么？等清维有了功名，还怕没田地吗？谁能说得准什么时候考上功名？有高侍郎的指点，我肯定很快就会考上秀才。三弟，如今只要100两，就能为清维买个大好前程，给咱们老陈家换门楣，你究竟舍不舍得？孩子他爹，三弟，爹一辈子都在为咱们读书努力，临终交代我们一定要供出一个举人。如今机会摆在眼前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爹的遗愿
我无论如何也要完成。往后我儿有个侍郎大人当师傅，以后不只要当秀才、当举人，还要当县太爷，再娶个高官家的女儿，那我就是县太爷的娘了。可田地也是爹留下来的，不能卖。田地给我们大房管，你凭什么不愿意卖？家里是大哥大嫂当家，可田地也有我3房1份。青梅是为咱们整个老陈家争光，你们就是想让你们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取代青梅读书，好让我们大房都供他。陈德胜，你就是表面看着老实，其实一肚子坏水。大嫂这话说的丧良心，孩子他爹都累得比大哥还显老了，每天连口饭都吃不上。你们大房捞干的吃，我们3房喝稀的，这些我们都忍了。你们还要卖田地，你们这是不给我们孩子一条活路。你个搅屎精！一进老陈家的门，就一门心思撺掇老三跟我们离析，好把这个家搅和散了才高兴。好歹是兄弟，你们大房当家就不把兄弟当人，连二哥都被你们欺负的离了家。够了！我倒是不知道你们3房对我有这么多怨气。3房这么多年受了多少委屈，感情你都不知道。老娘生你养你这么些年，怎么的你还想打我？老二德禄就是受不了你的苛待，离家出走。如今你又想彻底逼走老三吗？我这是为了老陈家往上爬，你不懂别跟这胡说。我再不懂也知道你是个狼心狗肺的，想要把老二老三的田地都给卖喽。老头子你怎么就死了？你看看他都被欺负成啥样了哟！我可怜的儿媳哟，嫁进咱家过的什么苦日子？嚎什么哭什么？我看你们就是无理取闹，分家吧。你说什么？大伯卖自己的田地，没人会拦着。分家吧。对，分家。这是老三你的意思？大哥，分家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要分那就分。当家的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不能分。3房觉得分家了，自个儿能过好日子，我们还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分了更好，我也用不着顾念他们。3叔3婶这是看扁了我，觉得我考不中功名，不愿意供我了。娘您何必求着他们？等我儿考中功名，你们别来沾光。我们往后就算要饭，也不会要到你们家。分家要请族长来主持，大晚上定是不能去请人，明日得空再去请。你以为分了家就能读书？分了家自是没人拦着我。你爹娘不过在地里刨食，能养活你就不错了，哪里有钱供你？我能读书，花的是我爹娘挣的钱。你莫要以为你们3房吃了多大的亏。就算是村里人，在看到我爹娘日夜不停干活，也要感念一句真辛苦。身为一家人的你，却能视为理所当然，毫无愧疚之意。你爹娘能供你，为何还要卖我们的田地？你们大房挣的钱，我们3房没有一文；我们3房种的粮食，你们大房顿顿不落。如果你是因为往后3房不能供你读书而生气，我不会多话。可你刚刚那一番话，竟觉得自己丝毫没占3房的便宜，这就太让人觉得心寒了。那就看看分家后，你们一家能过什么好日子。树大分枝，既然要分家，就好好说说这个家怎么分。当家的一直是大房，家产如何，自然要大房来说。家底子大家都知道，16亩田地，3间青砖大瓦房和2间土坯房，外加1间厨房1间茅房，现银是33两，家里还有些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的。爹临死前叮嘱我要抚养2个弟弟成家，我是尽心尽力。如今老三成家生娃了，倒显得我这个大哥刻薄了他。大伯，你不要怪爹，是我晚上饿得睡不着，想跟2位堂哥一样吃干的，才想分家。您要是不愿，我们不分了。咱家粮食不够，我去周家找我爹娘借粮食，等我长大了再还给他们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竟在这胡乱攀扯，咱家何时亏待了你不成？小子从小就被周举人教导，所谓诚其义者，勿自欺也。此句出自《大学》，意思是所谓真诚的意念，就是不自我欺骗。我像他这般大师，还在学300千，他竟已读了《大学》。你别以为抬出周举人就能胡说八道！闭嘴！无知，无知至极！你怕周举人就朝着我发火吗？我早就知道你是在拐着弯骂我。周举人就是这么教你的。我们陈家分家，就莫要牵扯周老爷了。德福，
莫要让人看咱们一族的笑话。快把你娘带走！你学到哪儿了？小子只学完了300签。所谓300签，即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，都是幼童启蒙所学。学完这些，也就有2000到3000的识字量。你如何知晓大学中的语句？周老爷常以圣人言教导小子，小子便记住了。好啊，内省不疚。夫何忧何惧？我随口从《论语》的颜渊篇中抽了一句，你都能答上来，可见你绝不止学了300签。族长，我们还是先分家吧。农家想供一个读书人出来，必是倾尽全家之力。2个小家想要分别供养2个读书人，哪房得的多，哪房的孩子往后就能继续读书。分的是家，也是2个人的前程。青微读书多年，马上就要下场考科举。德福，您的账房先生的营生比德寿在地里刨食更能供孩子读书。邹氏有个刺绣手艺傍身，靠着绣帕子挣的钱也不少，怎么看也该给大房分些。但读书并非谁读得久谁就更有前程，多少如我这样读了一辈子书的还是个老童生，而那些天资好的不过弱冠之年便可为秀才，甚至天资决绝之辈如周老爷不足而立之年就已中了举。我虽只考了陈燕几句，却也能试出陈燕必定是有些天赋。你是大哥，这家如何分，还得你拿个章程出来。这家里只有我和德寿，东西一分为2，一人8亩田地。德寿要种地，家中农具都给他，也省得去买。还有家中的粮食也一分为2。只是我们大房要供青微读书，花销大，银子便要多分些给我们。三弟就吃点亏，当为咱爹尽尽孝。等青微考中功名了，不会忘记你这个三叔。本来将青微读书的事拿出来压一压，这33两银子也能到手。可陈燕突然跳出来，在族长面前好生表现了一番，哪还有把握？我不同意这个分法。咱老陈家有3个儿子，老二德禄虽说出去了，总有天会回来，家产也要给他留一份。分成2份，对大房就没多少了。如今还要分成3份，那我们大房分到手能有几个子儿？德禄离家10年都没回来，怕是往后也不会回来了。若我死了，德禄还没回来，他那一份就分给大房和3房。老三家的，你们答不答应？娘说的是，我没意见。族长，你说老婆子我这话在理不？德禄虽未归家，也是咱陈氏子孙，这家产自是要分他一份。说如此分，青微还怎么考科举？娘，青微可是咱们老陈家的长孙，您要逼着他回来当个庄稼汉不成？青微是我孙子，可德禄更是我儿子，我不能让德禄回家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。您就这么见不得青微好？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也。既是分家，也该分到父辈，又岂能以孙辈为主？既知是父辈分家，又岂有你一个小辈说话的份儿？阿奶被人欺辱，孙子又怎能充耳不闻？跟儿子比起来，我实在嘴笨。这孙子不过6岁，还不到德福肩膀高，就敢为了我这个奶奶与德福对上。我那个长孙青微还在屋子里陪着他亲娘，哪里会搭理我？青微有你这个爹为他盘算，就算你们熬不住，最多也不过是不读书。德禄要是没分家底子，那就得饿死。青微读书不只为了我们大房，也是为了陈家，为了整个陈族。想要让一个家族兴起，一个童生是远远不够的，最少要出一个举人。而中举急需天分，多读几年书实在无用。这孩子虽小，出口便是圣贤也，还能宠辱不惊。单是这份能力，就比陈青微强上不少。如此天资，往后若能坚持读书，能走得比青微更远。既是分家，应该公正，没的道理往后还要兄弟一直吃亏帮你们。家中的田地3兄弟均分，一人5亩。陈德禄的5亩由卢氏管着，剩余1亩分给卢氏养老，33两银子，一家10两，其余3两也归卢氏。垫出去的地正好是6亩。卢氏又年纪大了，干不了庄稼活，往后只管守店租，青砖大瓦房，兄弟3人1人1间是正好。族长，您是看着青微长大的，他很快就要拜入高大人门下，可这般一分家，我们连办事礼都拿不出来，这是要毁了他的前程的。是那位在京中的高侍郎高大人？就是那位。
等他一回来，我们就拜师了。那位可是真正的天之骄子，要是能拜入他的名下，往后庆维可就真是前途无量了。若果真如此，这个家就不能均分，必要全力将陈庆维往上托举。咱们整个陈族的未来，可就压在庆维你的肩上了。小子必竭尽全力，以振兴我陈氏一族。好，好，好！哎，庆维是有出息，可咱家底子薄，往后压根供不了他。侄子有出息，德寿你要好生帮扶，能帮扶的我肯定帮扶。只是我一家也要过日子，还是得靠族里帮扶。能帮的族里定然要帮。青维哥，那位高侍郎远在京城，你何时见过他？庆维已经入了高管事的眼，等高侍郎回来，立刻就会牵线。高家的管事能替主子决定收谁为徒吗？高侍郎那样的大人物，还要听老家下人的话？3间青砖大瓦房，正好一家一间。德路那间由你们娘住着，明儿个拿着田契、地契去县衙更名。好好供你儿子，往后要是有什么难处啊，族里能帮的定会帮。其实陈燕今日的所言所行，目的都极明显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自然一眼就能看穿。若是你等如此行事，我定会不喜。可陈燕只有6岁，这不喜反而变成了期待。小年纪就能有如此心机，若好生培养，往后必定能撑起陈族。至于陈清维，一门心思讨好高门大户的下人，又能有多少心思放在学业上？即便再聪慧，走入捷径就注定走不到康庄大道。你既已启蒙，就该入学院读书。这县城有好几家书院，都不如高氏族学。当年我也去考过高氏族学，只是并未考上。待我第2次再去考，那考官说我读书资质不够，我并不服气，日夜苦读，终于考上童生，可也止步童生。高家族学要求高，你尽力试试，若能考入，苦读10来年，或可中秀才。谢族长指点。陈清维，人家瞧不起你，觉得你这辈子出不了头。你要给娘争口气，考个秀才回来，也叫这些人瞧瞧，知道没？青维要是能考中秀才，我当婶婶得为他高兴。大嫂也不用怕，往后我和孩子爹就算要饭，也不会要到秀才公面前。陈德寿，你管不管你媳妇儿？大哥，我媳妇儿说的也没错，咱不会拖累青维的。那高管是不理他算他走运，不然分到手的家底子都会给败光。当年你爹跪在院子里一夜都不能继续读书，你是他当年不到20的心肠，怎么就这么硬？阿奶若是没事，我们去县城一趟。走走走，你们可算来了。老嫂子来卖画。这掌柜收吗？收，价钱合适就收。哎呀，以我大半生的经验，此画一旦放入画本中，必定会引来画本大卖。隔壁的莫竹轩硬着给《三国演义》加了3幅画，门框都快被客人挤破了。要知道那3张画原本是要卖给我书香斋的，偏偏被我给推辞了。不知这些为何人所画？我爹画的。令尊画工与常人不同，可谓另成一派。不知你们这些画要卖多少钱？我们不懂市价，掌柜可先开价，若合适便卖，不合适，小子和阿奶再去别家问问。我虽有心压价，可有了莫竹轩的事在前，实不愿再错过。我是诚心想买，1张4000银子。上回的3000银子已经够多了，今儿个竟还涨了价，这有好几张，那得好多银钱。你花钱买书做什么？青维那儿就有，你拿来抄一本能省不少钱。这书的字迹极好，我可临摹。你们怎么从书香斋出来？你有了画竟不卖给我，反倒卖给这书香斋。你们铺子不愿刻印新书，我自是不会给你们增加负担。谁说的？我们铺子如今的生意红火得很。走走走，你与我一同去铺子瞧瞧。来一本插画版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插画版的《三国演义》还有吗？不到半个月，书肆生意就如此之好了。你瞧瞧我这生意，还能买不起你几幅画吗？我们可有约定，往后的画都卖给你。未曾。兄台如何称呼？陈燕。我姓孟，名永长，既已相识便是朋友。往后若再有画都卖给我，我定不会让你吃亏。刚刚书香斋是以4000一张画收的，我给的价只高不低。你别看我这书肆不如书香斋，
我家很有钱，也颇有势力，在这平兴县没什么摆不平的事。你若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哥哥说。你3张画就让我的墨竹轩起死回生，你我合作，往后我必会将墨竹轩做大做强，我便可顺势接下族中生意，到时也就不用再日日背圣贤言，读圣贤文章。我想去高氏族学。兄弟，你别为难哥哥，高氏族学每年只招收10名学生，太难进了。我拿你当兄弟才告诉你，高侍郎丁忧，圣人并未多情。所谓丁忧，即大梁的臣子长辈去世，臣子回乡守孝3年，而夺情就是天子不允臣子的丁忧折子，留臣子继续在朝为官。大梁文风鼎盛，极重名节，凡是臣子上奏丁忧，天子不允，臣子再奏，天子依照臣子的地位功绩等，酌情考虑不允几次，以全君子之意。不允的折子越多，则表明越被天子看重。燕少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，老爷夫人日日念着您呢。老爷可在家中？老爷听说您回来，特意在书房等着您。多给我奶奶拿些吃的，好好招待我奶奶。周家不缺吃的，阿奶敞开肚皮，不用拘谨。舍得回来看看了，我和你娘还以为你忘了周家还有老父老母。周老爷，你今年不过26岁，还不到而立之年，实在谈不上老。我回来多了，亲爹娘更伤心了。你看，你不也没让周继白回陈家看看吗？这次来找你，是因为听到高侍郎丁忧圣人并未夺情的消息。高侍郎贵为3品大员，天子竟不夺情，这是全然不顾高侍郎的颜面。可见这位高侍郎在天子面前是彻底失势，3年丁忧后，怕是不会启用。这位高侍郎的政治生涯到头了。凡是进入高氏族学的学生，身上会打下高氏的烙印，从踏入官场那一刻，就只能算高侍郎派系的人。一旦高侍郎彻底倒台，高侍郎那些政敌必会对这些人进行清算。你从何处得知此事？一位朋友，我并不知真假，还有周老爷你自己去查。若此事为真，周老爷，你怕是要尽快从高氏族学出来。我受恩于高氏，必不能在高氏危急之时离去。可是爹，只是，若此事为真，季白就不能再入高氏族学了。若你真不愿离开高氏，那我必须尽快考取功名，有功名傍身，才能在你被高氏拖累时捞你。原本我也打算考高氏族学，现在也是不能去了。啊，阿燕想通了，太好了！我还担心你回到陈家要吃农夫之苦，你能想通甚好。以阿燕的天资，将来成就必在我之上。里头有我多年读书所感，你拿回去多看看。谢谢爹。不若你拜我为师。不，我们既为父子，关系本就牢不可破，这恩师之位则要留给他人。臭小子，比爹看得透彻，往后若是入朝为官，也必能如鱼得水。你且好生将这些书背下来，我所做的经义也都要背，有不懂之处再来问我。这样，明日我带你们找先生授课，你回去问问你父母可允。阿燕，黑了，瘦了。没有的，亲生爹娘对我很好。只是衣服、鞋子，还有些吃的，你带回去。不，谢谢娘。季白在周家也能读书了，我今儿看他比以前胖了些，也白了些，身上的衣服也是细棉服的。只是陈燕以后要跟着我们受苦了，咱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。对了，爹，周主任说明日他带季白寻夫子，你若同意，我可同去。我明天送你去。既然阿燕要读书，以后那间青砖大瓦房就让阿燕住吧，休息好了才更有精神读书。谢谢爹，谢谢娘。你们切记，在杨夫子面前要讲规矩，莫要耍滑，须知做学问前，先要学做人。杨夫子当年乃是平兴县有名的神童，3岁熟读4书，5岁可作文章，12岁中秀才，15岁中举，可谓前途无量。举子们若有心会考，会四处游学，以此来了解各地民情、当地政策等。杨夫子在游学时遇上乡绅强占民田，愤而上告，帮那农户讨回良田，却也得罪了当地乡绅，还未离开当地，他的右手5根手指尽数被砍。大梁朝规定，残缺之人不可参加科举，
杨夫子的科考之路随着他的手指一同被砍断。此后就去了大户家中当先生，如今年纪大了，回老家安享晚年。我因此前受过杨夫子的指点，与他颇有些渊源。亲自上门拜访后，方才有了今日将你们送去，与杨夫子相见的机会。不愿拜师杨夫子，若要拜师，也该在我有过秀才功名之后，如此方有机会寻得名师。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。以你的才智，往后必能入官场。说你早早站队，将来依附之人一旦倒台，你必会受到牵连。我深受其苦，不能脱身，只能护着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。你说的对，连朝局都不知道就贸然站队，无异于找死。是我错了。杨夫子在家吗？正值春耕，我实在忙碌。若他们二人愿意，就随我一同下地吧。插秧也该如写字板，每一株都要认真。在家都没让你下地干活，你那夫子反而让你干活，不是自己孩子就不心疼。这是杨夫子对我们的考验。你在看什么？周老爷呢？在家躺着，下不了床了。有了功名真好，不用受这些苦。那俩孩子表现如何？每日送走二人，我都会检查二人活计，提出插秧歪扭不匀。先是未干过农活，后建成直线，分布均匀，种玉米时锄地打垄亦有进步，足见二人认真不敷衍。读书一途要有天资，更要勤奋有毅力。两人吃得了苦，有恒心有毅力，且不偷奸耍滑，很不错。这两弟子我收下了，我就将他们二人托付给杨夫子了。你不过高氏族学一位夫子，想退还来得及，又何必如此执着？当年爹娘去世后，家产被同族侵占，我因交不起束修，险些气血。幸得高夫子怜惜，高家免我束修，他还每月自掏腰包供我笔墨吃食。我受高氏大恩，怎能退缩？但我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如今又如何能劝得动你？那我就提前恭喜你，收了2位好弟子。我那独子天资不输我，养子无论技性还是悟性，都是我平生所见最高之人。要不是我无力护着他们，定是舍不得交给你的。阿燕回来了，大娘是有什么好事吗？你亲为哥要去高氏族学读书了，我特意炖只鸡给他补补身子。三弟，不是做大哥的说你，人要向前看，别老盯着脚后跟。高氏族学不是开春才收学生吗？怎么亲为这会儿进去了？旁人自是去不了，可我跟那高家的管事关系好，虽不能亲拜高侍郎为师，入族学还是能办到的。想将阿燕送进去，说声便是。你我兄弟能帮一把，我也是愿意的。10两银子虽多，却能给阿燕谋个好前程，也是值得的。可加上阿燕挣的，咱手头才15两，交10两后剩5两连束修，笔墨纸砚都不够。多亏有周老爷送的书不用另买，不然连笔墨纸张都买不起。爹娘，那高氏族学已经不是好去处了。高侍郎丁忧，圣上并未多情。高家除了高侍郎，还有好几位在朝官员，这门楣还是高的。爹，您太纯良，幸亏没入官场。高侍郎是高家靠山，其下属靠他稳坐官位。如今他倒了，下属必遭排挤，官位难保。若是以往，高氏族学风头正盛，莫说10两银子，便是出100两，也要等到年后开春时才能进。而今高氏族学如此行事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那高家就这么败了？会不会败，要看高侍郎所在派系保不保，对方派系出手是否狠辣。你自己舍不得钱就罢了，竟还要拦着我！我青梅就是要去高氏族学，谋个好前程。你既如此想，那便如此想吧。我既已足视过你，便问心无愧了。如何？不错。今日我就要去高氏族学就读，先生同窗都是极要紧的。你日日在周家读书，能与谁人记在交情？既想有好前程，必要苦读苦练。昨晚你比我睡得还早。我今日要早起去高氏族学，自是要睡得早些。为了避免每日来回太耽搁时间，你两人便住在这里吧。真正跟杨夫子读书才知道，
周荣为何一定要我拜入杨夫子门下？杨夫子满腹才学，上课时能旁征博引，加以各种典故穿插，课堂可谓妙趣横生，津津有味，丝毫不觉得枯燥。少爷不好了！脾气县令2度让高氏族学学生尽数落榜。学生耻闻告知东阳府，经查，族学一学生买通衙役，偷看考题，告知周荣。周荣课堂讲解，老爷已下大狱。娘，我们去找高家，他们或许有办法。你们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你爹说高家有办法自会救，没办法上门也无用，特意交代过你们不要参与进去。一旦你爹被定了罪，季白便是罪人之子，往后再不能科考。田地留给季白，这辈子也可衣食无忧，3年以后又能读书科考。好在老爷不会影响阿燕，输给阿燕更好。读书科考花销大，陈家务农想要供阿燕读书很难，家里的银子给阿燕，可供阿燕读书，往后便靠你自己去争功名了。我不要！啊，这是你爹留给你的，为何不要？爹只是下了大狱，还能回来，为何要提前分家产？家里唯一有功名傍身的就是你爹，他被抓，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，如何捞得出他？娘，不试试又怎么知道？要怎么试？我要去一趟高家。我与你一同去。快拦住他们！娘，将东西搬上马车，和陈燕一起送回陈家。周老爷可是举人老爷，竟就这般轻易被抓了？夫人特意交代，让陈三老爷看紧燕少爷，千万别让他去县城。这么多书能值多少钱呢？如今的书贵得厉害，一本便宜的都要好几百文，稍微贵些的就要1两多银子，哪怕是旧书也能卖不少钱。要是把这些都拿去卖了，少说有几百两。一个报错的孩子也能算这么多东西？啊！大娘还是担心你的好大儿吧，他也是高氏族学的学生。科举舞弊案不只涉及周举人，还有其他夫子与学生。哎呦，当家的，当家的！去读个书，怎么就被抓了？在鹿鸣书院读书读得好好的，你们非要把人给弄进高氏族学，现在把孩子给害了，你们来找老二家的麻烦有什么用？当家的劝过你莫要将青维送去高氏族学，你不听就罢了，怎么还怪上我们当家的？真要想劝，就该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，他一个字都未与我讲，就这般看着我们青维跳进火坑里。我能知道什么？前阵子你们还力主送陈燕入高氏族学，后来为何变卦？肯定是周老爷子跟你们说了什么。青维哥是由大伯送去高氏族学，若要怪，也该怪大伯自己。人往高处走又哪里有错？我为了儿子的学业跑前跑后，家底都掏空了。我爹一次次阻拦你，不要将青维哥推入火坑。你认为我爹是见不得你们好，这不是固执己见又是什么？我看你就是巴不得你青维哥出事，大家都来攻你。难道要像你一样只知道无能狂废？哎呀，我们没大伯的本事大，今天找这个关系，明天找那个关系，但我们也知道讲道理，咱们分家各过各的。大伯你没将日子过好，怪不到我们二房身上。哎呀！高氏族学真不能读了。现世祖高氏子弟，显然有人欲断高氏根基。高氏族学为高氏命脉，既培育子弟，又输入人才。高氏招生反击，双方争斗，百姓唯有避之方能自保。我即便苦读也难入世。你在周举人身边眼界远，思虑深，7岁便懂趋利避害，远胜于我。阿燕，以后家里赚钱的事不用你，你就专心读书。爹赚钱没我多。你莫要以为你爹只会种地，等春耕完了，爹就去码头扛包，一天可赚30个大钱。我上个月的画卖了10两。下次给爹留点脸面，不然显得我这个爹很没用。哦。娘，开门啊！我和你爹要下地干活，没法看着你，只能先把你锁起来。你就在屋子里看书吧。
再踢门都给踢坏了。阿奶，我爹娘将我锁起来了。江氏特意交代你爹娘莫要让你跑了，你就安心在家里待着吧。你青维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阿奶，我有办法救青维哥。你有什么法子可以救青维？你可别让他骗了，他要是真能说服高家，为什么周夫人要拦着他救周老爷？我去高家有可能会得罪高家，影响我的前程。我娘心疼我，不让我去救我爹，可跟我爹和青维哥的命比起来，前程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别！你要害死我儿子吗？你只会帮个倒忙。阿奶，你陪我去吧。能不能救出我那个傻子周爹，就只看这一遭了。我不允许有意外。小子是周荣、周举人的儿子，求见贵府老爷。我去通报一声，主子在不在，我就不知了。他会见咱吗？总要试试。高二公子喜赴河湖钓鱼，比其他贵公子黑，定是此人。见过二公子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家父曾说过，二公子善垂钓，是爱鱼之人。小子见公子亲自喂鱼，就有此猜测。周荣从小才智过人，他的儿子倒也不遑多让。今日见我是想救你爹。要救我爹，更要救高家。周荣涉及科举舞弊，与我高家有何干系树虽是往上长，能不能抵挡风雨，却是看根在地里扎了多深。一旦根腐烂了，纵使大树如何枝繁叶茂，也是枉然。是谁教你说这些？夏季炎热，小子常靠着树乘凉，有感而发。你且起身吧。将腐烂根须切除，就可保住完好根须。大树依旧向天生长。一旦腐烂开始，就会散发气味，引得虫蚁竞相围过来啃噬。到时莫说坏了的根须，就是好的根须也会被啃噬殆尽。大树根须已有腐烂之象，要是不切除，只会引来更多虫蚁。大树招风，即便不腐烂，也会招惹虫蚁觊觎。只有在被盯上时，或引来鸟啄食，或下药驱虫蚁，方可保全。可曾读了书？读了4书，也学着做了几篇文章，该择本经了。以你的机智，大可入高氏族学读书。小子不敢，高家明知将遭攻击，却故意以族学为饵，广招师生，又对手安插人手，再牺牲部分人脱身。此计虽有用，却卑劣，赌上家族信誉与未来，换一世荣华。若周荣等人成弃子，日后无人越为高家尽忠，仅凭高氏弟子，绝难撑起家族权势。哎呦，咱好不容易见着人了，你怎么一句也不提你堂哥，光跟他说烂树根的事儿？我已经说过了。啊，你啥时候说的？陈燕在哪儿？给我滚出来！四叔公怎么来我们陈家了？你姓陈，我姓周，谁是你四叔公？别乱攀关系！老头，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家做什么？竟然对四叔这般不敬，周荣到底是怎么教你的？周荣不会教我带着一帮人去别人家惹事。你们已经混不下去，落草为寇，要来我们家抢劫了？小子，你找打！谁敢欺负我陈氏族人？陈岩侵占了我们周举人的银钱和书本，我们来找他拿回去。那些书和银子是怎么来的？周举人分给我的。我们孩子说了，东西是周举人给他的，那就是他的东西，谁敢来抢，我们就废了谁。我们走。嘿。
人不大，胆子不小。小子乃是陈氏族人，若胆小怯懦，岂不是丢了我陈氏一族的脸面？以后遇到此事，该先去族里喊人。你一个孩子，在他们面前怎么自保？这是在咱们陈家湾，叔伯大爷们瞧见动静就来了，他们根本不敢动我。阿燕说的不错，要是他在咱陈家湾都被人欺负了，咱族里男子们到哪儿都抬不起头来。在咱自个儿地盘上，可不就是有底气吗？小子再次谢过大爷叔伯们的相互之情。陈燕这小子比我还会拉拢人心，瞧瞧，就这么几句话，把族里人哄得就差给他卖命了。娘，陈燕来信了，说是让我照顾好你，如果周族人再来找麻烦，就让我们去外祖家住几天。阿奶说你去高家给高二公子讲了如何种树，我就被放出来了。高二公子喜欢种树。阿奶说的对，多谢救命之恩。你本就是蒙受冤屈，不该被关。你若有空，还是去看看周老爷吧。周老爷怎么了？他是涉案最深的人，总要多受些苦。现尊被罢黜，镇江省安察使司严查科举舞弊案，查出其受贿泄题，平兴县多数考生知情，高氏族学师生仅受牵连，判无罪。府衙地牢潮湿，牢犯搜坏，他又屡遭提审，精神紧绷，吃睡难安，身子变垮了。夫人，高家来人了。老爷还在睡，族中长辈更是不敢请，无人接待怎么是好啊？娘，孩儿是周家的子孙，这接待事宜就由孩儿来吧。你不满10岁，却要在此时撑起门楣，若是老爷还好好的，断然不会让你一个孩子去面对这等难事。我和季白一起去，2个人有个照应。你们就派2个小孩来招待本少，周容人呢？老爷在府衙大狱中受了寒，还起不了身，刚喝完药睡下。哼，我堂堂高家少爷亲自来看望周容，周容反倒在睡觉，还这么2个小子来招待我，看来是完全没将我放在眼里。高公子慎言。哼，周容好歹是个举人，你又算什么，也配来招待我？我爹为了给高家报恩，始终不离开高氏族学，最后被关进府衙大狱，险些丧命。你高家竟语出羞辱！我去高府见高二公子时，并未被冷落。七公子如此瞧不上我等，想来应该是有功名傍身，不知是生员还是举人。我后年就要下场考县试，到时自会挣到功名。七公子怎能断定我们以后挣不了功名？须知科举一途，本就是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那我就看看你们后年能不能中县试。哼！将东西一并带走。你们想与我高家断义！你们想与我高家断义！七公子如此羞辱我兄弟2人，若我们还收七公子的东西，我兄弟2人岂不成了软骨头？七公子要是不拿走，我兄弟2人只能亲自将这些送还给2公子。搬走！哼！爹是为高家受苦，高家又哪里把爹放在眼里？今日若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把七公子往死里整，谁来整谁。后年下场吗？七公子已经下了战帖，若不应战，岂不是显得我们是软脚虾？我们如今连诗文都不会写，想要参加后年的科考，必要脱一层皮。前些日子也在大牢里，我和娘在家里备受煎熬。四叔公等人不仅去陈家湾闹，来周家更是家常便饭。与这些相比，脱层皮又算得了什么？我一定要出人头地，叫这些人再不敢来欺负我们。没错，今日但凡我们中有一个举人，甚至进士，七公子还敢如此挑衅吗？若我们事关高家，还敢随便拿点东西，打发为他们卖命的人吗？只有爬得足够高，才能不被人轻易羞辱拿捏；只有权势，才能让人对我们以礼相待。二哥，咱家亲自送去的东西他们都退回来，实在是不把我们高家放在眼里。
即日起1个月内不许你踏出家门半步。为何要把我禁足？周荣为我高家在大狱走了一遭，你竟还去他家羞辱他，与我高家名声是大大的损害，此为你一过。陈燕不过7岁，就敢上门和我论进退之道，此等天资本该拉入我高家门下，你竟贸然树敌，此为你2过，2过并罚，只禁足你1个月，已经很宽容了。唉，这个弟弟终归还是被祖母护得太好了。周荣此人已经废了，往后再无大用，可惜了他那养子。若是他们将高家的礼收了，倒是可以将那陈燕纳入门下，成为高家的一大助力。既然不收礼，就是对高家怨气难消，高家就不能让其成长起来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停，字数已背完。回夫子，四书倒背如流，莫宜进阶。学生意识。莫以通晓是根基，科考终究看之意。只以8段，破题是门面。从今日起，上午讲金石，下午专讲之意。先练破题。恳请夫子出题。学生备好了纸笺，今日练10次。不急，先读《礼记》，之意需引经据典。周继白，怎么了？你差点掉井里。你房里的灯亮到何时？温习的险些丢命。从今日起，须是我亲自叮你熄灯。夫子睡沉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夫子。7岁孩童，熬坏身子无用。为何陈烨能挑灯夜读？你误我前程。夫子说了，你我年纪尚小，休息好才是最要紧的。我这是为你身子着想。夫子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当时带我们种的田地都是花钱租来的。若我专心农事，必会疏于对你们学业的教导，岂不是耽误了你们的前程？还是头一次见有人将撒谎说得如此清新脱俗。读书如种田，光苦功不懂时节会年。夫子，他们为何不请大夫？佃田交足后无余钱，这世间的苦你得亲眼看看。若我将来做官，定不让他们这般苦。夫子，五经读完，学生愿以春秋为本经。你可知世子多不择春秋？学生不知。春秋简奥难测，亦因政见遭触，然吃透则辟易官场。古中卿曾批判世子为难，多不知春秋。你能迎难而上，实在不错。何况知春秋的学生少，科考时竞争小。学生又有劳烦先生了。去何处帮你再找位先生呢？为师的本经乃是诗，弟子以春秋为本经，就劳先生高龄重演，实乃弟子之过。为师已40有余，如今再研究春秋，怕是来不及。苏洵20有7才开始闭门苦读，其后常一代大文豪，在唐宋8大家中占据一席之位。黄忠年近6旬，方才在定军山一战中威名远扬。姜太公更是古稀之年，方才遇上周文王，得以施展才华，建立不朽功业。先生不过40，正是当打之年。我只被抓了2个月，
师兄竟心伤到如此境地，实在是令人动容。你可知陈燕的春秋无人可教，只能我边学边教。这如何来得及？你能为他寻来指春秋的良师，或是让他孤身远赴书院？啊，苦了你了。你若有亏，就早日当上大官，要让我过上大少爷日子。从来都是望子成龙，哪有望父成龙的？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？你的资质不必与他人攀比。儿子知道了。等我春闱归来，双倍还你银子。今日必须踏春，再读书，为师就要秃了。哼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当奋发图强。啊！你们看这寸草不生的脑门，3000烦恼丝，掉了无妨。你日日费神，小心长不高。我去晒太阳长个子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夫子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此乃好事，当收录传世。诸位可知他陈燕，魏众族学却扬言现世迎我。哼，他是想踩着修远兄扬名。陈燕文采斐然，何须如此？哼，既如此，便作诗一首，让我等评判。何须他出手，我来便够。回去每日背10首诗，自写1首。不过如此，不及修远兄。明明我的诗做得比高修远更好。高七公子竟只敢与8岁孩童比诗词？你们不是自诩才华出众吗？怎么又拿年纪说事？高七公子大可四处宣扬你作诗赢了8岁孩童，我必自认输给了你。现世不论年纪，看你明年能否中榜。阿燕战斗力真强，吵架自证便输，以攻为守，方不败。忘记带小册子了，回去一定要记下来，日日研读。写得太实，诗要空，留有余味方有美感。弟子懂，却写不好。文章火候已到，只是对政令知之甚少，当出去游学。你的诗已有章法，文章更是大有精进。如今不仅扎实，更添触动人心之力。莫说县士、府士、院士亦有可为。全赖夫子教导。年关将至，给你2人放10天年假，好生歇息。爹娘，我帮着做点什么？不用不用，你难得休息，回屋待着就好。此前漫画所赚的银两也花去大半积蓄，现实需领生宝银2两，往后用钱数甚多，还是要多多赚钱。陈燕，你竟在画孟子啊？正是，打算画2篇，先换些银子。太好了，自你《论语》漫画大卖，其他书方跟风画4书，却画工粗糙，故事简陋。你的孟子一出，必能稳压他们。竟有羽毛蘸墨，难怪画风独树一帜。10天5篇，不愧是你！这100两你收下，现世后你可务必把剩下的画完呐。
限时后定当完工。自定于2月初9举行县试，主考官为本县知县陶都。要开考了，咱们苦读这么久，终于要见分晓了。接下来几日，我去为你们联系领生作保，再敲定互保的考生，你们各自回家备考。劳烦父子费心，我2人定不负所望。不必太过紧绷，劳逸结合，方能稳扎稳打。才读2年多就考县试，纯属钱多烧的。杨夫子没书院药材办私塾，骗你们送钱呢。周举人都在杨夫子满腹才学，大娘莫非比举人还懂？青梅读10几年才敢考，你能比他强？报银就2两，考1场花3、4两，纯丢水里。还好我家有钱，读书花销大，你家钱经得起造啊？还好我会赚钱，光顾画画哪有心思读书？青梅在高氏族学，指定众童生吃皇粮。县试跟做饭一样，多试几次就会了。读这么多年书，肯定能中。高氏族学先生常夸青梅，前年若不是意外，早是童生了。今年中也一样，咱陈家湾要出童生了。供他可不容易，卖了地分了家，还遭人说一家人该拧成一股绳，别生分了。这还没考上呢，考得跟考上了似的。怎么了？总感觉有人窥探。县尊，他便是陈燕。年纪虽小，倒挺机敏。此子思想异于常人，若得功名，恐连累县尊。德寿，青梅没订着房，让他跟阿燕挤一晚，堂兄弟也好有个照应。巧了，我怕打呼吵着阿燕，特意订了2间，我那间空着，让给青梅便是。不必了，他就是舍不得花钱。你安心备考，爹都省得。阿燕，我娘特意让管家送了密件，说考试时含一颗能定神。你那砚台记得多润些，考场水冷。你带的饼子够不够？我这还要腊肉。进了考场别慌，先把卷子看仔细。记白，答题别图快，字迹写工整。没睡好？隔壁长工换班，吵到后半夜。不是我的，有人陷害我啊！一人夹带，与他接宝的4人连坐，唉，真是害人害己。你为什么要夹带害我？进去吧。快点抄，别耽误功夫。陈燕，再检查检查，别急着交。多谢学官，学生已核对完毕。快来人呐！凑够10人，我好离场。啊！哼，倒会抢风头。修远兄才学卓绝，学而不思则罔这题想必信手拈来。此题虽常见，却难写出新意。修远兄提前交卷，现按手，非你莫属。题都答完了？答完了。乱写也算答完？又不是你判卷，怎着我乱写？考牙尖嘴利你倒是第一，那你必定不中。哼！爹，我饿了。陈燕这文章严谨深刻，实乃按手之选，可高家那边罢了，唯有如此破局。
钓鱼需耐心尽心，如科考般世事难料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陈燕，你太厉害了！天地再大，我们若只是小鱼，不如拼尽全力越过龙门，做直竿之人。二哥，我是暗手。不错。陈燕呢？我要狠狠羞辱那个一直挑衅我的小子。陈燕何在？高公子，陈燕在此，青伟，快给公子行礼。这是我儿青伟，是陈燕的堂兄，在你们高氏族学读书，先生都夸赞他文章写得好。没听说过，县试中了吗？我们这就去看榜。高公子等着知道你的名次，赶紧看了禀告两位公子。榜上没你，我还以为你文章写得多好，原来是自吹自擂。肯定是你看漏了，你好好找找。我没中。我们一家勒紧裤腰带供你读书，你竟然考不中！你每天都在书院做什么？爹，我们回家再说。家里卖田卖地供你读书，你不好好读书，现在知道丢脸了。这里许多人考了几十年也没考中，青维才多大，考不中也是情理之中。大哥，你当年下场不也没考中吗？你们家本事没有，吹牛倒是一脉相承的厉害。考前你那帮犯豪言，现在榜就在这儿，你中了吗？我中了，第50名，营字6号房。我分明已经跟陶都打过招呼，为何陈燕依旧被取中？不过是最后一名就洋洋得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暗手。若我姓高，我也会是暗手。我不姓高，所以我要拼尽全力，日夜苦读，谨遵圣人言，方才能中这县试第50名。你若不姓高，又能不能中县试？说得好，这是朝廷的县试，还是你高家的县试？高修远的暗手究竟是凭实力还是凭家世？要看文章，一看便知。我们要看高修远的文章，我们要看高修远的文章。此子不过一句话，竟就将高家置于如此境地，实在可恨。将他抓起来！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那你可要记快点。高家能堵住我的口，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？能堵得住这天理昭昭吗？我辈读书人当恪守本心，不畏强权，纵使身死，亦要留清明在人间。怎么能这样？高家竟要将说了真话的幼童抓起来，何其跋扈！幼童刚中县试，是我等多年苦读的目标。要是让他被抓，我们多年的苦读又算得了什么？不能无故抓人。哎呀，到底是谁敢对两位公子下狠手啊？县尊大人，那些世子要反了，你赶紧派人去将他们全抓起来。您看这不过是县试放榜后，落榜世子受不住打击闹点事，规劝一番也就好了。二哥，他们分明还打了咱们的家丁，还……闭嘴！科考后落榜世子情绪激动是人之常情，此事还要劳烦县尊大人处置。分内之事，应当的。高二公子今日受了惊，不如先在衙门歇歇，待本官处理好此事后再来招待。开门！住手！这些个世子平时倒是文弱，到吵架打架时，那是各顶各的厉害，瞧瞧都把人打成什么样了。要不是高家两位公子跑得快，怕也是跟这些家丁一个下场。此处乃是我平兴县县衙，你们怎敢在此闹事？高家嚣张跋扈，纵奴行凶，我等如何能忍？县尊大人乃是我平兴县父母官，难道要据高家权势不成？高修远那暗手怎么来的？
高家人难道不知道吗？竟还在榜下得意，脑子是不是有坑？本官一向公正廉明，你们的答卷本官一一看过，却有些好的被落了卷。然平心县县试可中者只能有50人，榜上之人文章写得比你们更好。若是不服，本官就将他们的答卷尽数贴出来，你们自行比对。你的才学分明在我之上，文章也写得比我更好，为何排名反倒在我之后？刚才高二公子好似笃定我不会中，那个恶臭的特号跟高家脱不了关系，8成陶县令玩平衡术才让我榜上有名。高家要弄死我，跟碾死一只蚂蚁没区别。我当众跟高家撕破脸，让高家投鼠忌器，往后不仅不能明面上对我动手，还要祈祷我平平安安，千万别出事，否则就是他们高家干的。以后如何，不是我能预料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往上爬，爬得越高，高家越不容易对我动手。哼！我的儿子中了县试，可陈青梅没中，大哥脸都绿了。我还是不要太高兴了。可是我的亲儿子和养了6年的儿子都中了县试。中了，中了。我早就知道青梅是个聪明的，真就中了县试了。你爷爷在底下可算能安心了。好，好啊！都中了县试，还这么淡定，不愧是读书人，肯定能再中府试，成咱们村第2位童生。青梅没中，是阿燕中了县试。怎么会？阿燕虽是第50名，还是中了。中了好啊，兄弟俩谁中了都好，都是老大哥的孙子。六叔公放心，我定会认真去考府试。好。大伯，你不坐牛车啦？老子自己走回去。把读书人惹急了，他们是要闹事儿的。既然想看文章，贴出去便是，文无第一。他们纵觉得自己文章好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反倒是藏着掖着，更招疑心。陶大人很看重陈燕，陈燕自是比不过七公子，但他文章锐意进取，当得神童二字。若不娶她，日后他才名传开，我等可就名声尽毁了。按手给修远，已是我对高家的诚意。平兴县不过偏远小城，纵有才名，也传不出去。县尊大人，外边世子又闹起来了。还闹什么？他们说陈燕的文章堪当暗手，不该屈居。二位请看，我取中陈燕，尚可推说是个人喜好；若没取中，今日这麻烦更大。县尊有公务要忙，我等不便叨扰，就此别过。二哥，那些刁民闹得那般嚣张，抓起来便是，为何要忍气吞声放他们走？你还嫌我们高家的麻烦不够多？父亲若还是3品大员，今日何须看这些世子脸色？如今父亲丁忧在家，政敌环伺，士林这股力量绝不能得罪。陶都一个没根基的县令，都敢阳奉阴违，真把事闹大，朝廷再派来的县令，还会听我们高家的吗？平日叫你多读书明事理，你偏不听，今日才受这份屈辱。这县试暗手，着实不公啊！可不是吗？陈燕的文章比暗手强多了。我当是什么惊世之作？不过如此，凭这也配称神童？公子，外面都传开了，各书院的士子都说您这暗手来的不公，是高家故意打压陈燕。胡说！他文章排50名已是抬举，都出去，别来烦我。
阿燕一回来，我就瞧着不一般，这聪明相，往后准是秀才公。可不是嘛，老陈家多亏负了家，不然哪有阿燕读书的机会啊？阿燕被咱陈家湾争光了，族里奖励你10两银子，好好备考。多谢族长，晚梅4月要去东阳府参加府试，还望族里多担待。好，有志气。从今日起，谁也不许来打搅阿燕读书，耽误了前程，就是跟整个陈家湾过不去。此次府试，下12县共600人参考，只取50名，12个县的按手几乎稳过。你们要争的是剩下的38个名额，12取1，还要跟500多人抢，必须过。若是落榜，又要从头考县试，太费时间。正是这份心气，我已推了钓鱼的兴致，此番定要将你们交出模样。东阳府知府文风偏好朴质，到了府城，我们先找客栈安顿，即刻开始备考。3位是来赴考的吧？200文1晚，要住趁早定。过2天别说房间，连柴房都没地儿了。耽误了府试，可别怨我啊！光住宿就要12两多，这掌柜是把我们当肥羊宰。为了安心备考，不计较这些。掌柜，3间上房，限定半个月。东阳府知府王申，2甲进士出身，文风淳朴，这是他取中的成文，和他自己的会试文章，半月内必须背完，之后我亲自督训。夫子，临时换文风，怕是写不好。不用半月，10天足够。夫子，我背完了。这才8天，101篇文章，你都背完了？比预想快2天。可有什么感悟？王知府是实干派，不喜表面文章。你可有其他感悟？学生不解。王知府上任5年，专力治水，弃筑高堤旧法，改勤淤泥，修水库，预计亲手河堤。这样的官，自然爱读质朴有成的文章。你莫急，背书之余，要悟其根本。他选的世子，不是文采最盛的，却是能办事的。从今日起，你俩每日各写1篇文，我亲自点评修改，直到合了王知府的文风为止。平兴县的暗手高修远真是名不副实，连最后1名的文章都不如，那最后1名还叫神童，文章不过尔尔。平兴县怕是没人了。圣人有云，非礼勿言。你们背后一人与长舌妇何异？你就是那名不副实的神童？他才是陈烨。神童之名岂是随便担的？平兴县捧出这等平庸之辈，可见才学稀松。你们敢把文章拿出来比吗？看谁不如谁。我们没称神童，何须自证？诸位来自哪个县？宁虞县。你说平兴县才学不过如此，是你一人之见，还是宁虞县之乱？我一人所言。岂敢说，想必自认才学压过所有平兴县士子，府试排名也必在我们之上。我未说过。既无此底气，又凭何羞辱我平兴县士子？我们因反抗不公被称神童，气节与才学，岂容尔等轻辱？好！哼，年纪轻轻，咄咄逼人，毫无气量。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的道理，兄台学明白了吗？阿爷，你太厉害了，几句话就把他们逼走了。你怎就敢贸然冲上去？我不能让他们辱没你的名声。此番冲突虽是意外，却让你们扬名了。府城世子齐聚，这事用不了多久就会传开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平兴县那个陈烨，在揭露
把宁虞县世子说的哑口无言。何止？他现世时说的，我被读书人当不畏强权，真是振聋发聩，这才是真风骨啊！岂有此理！平兴县骂不够，到了府城还敢嚼舌根，我高家七公子何时受过这等屈辱？公子息怒，要不咱们回府闭门不出？去，把这事立刻回禀二哥，就说陈烨那小子的流言都传到府城了，若再不处置，我这暗手的脸面都要丢尽了。爹，陈燕的事已闹到东阳府，满城都在骂咱家夺了暗手，打压神童，再放任下去，于您日后回朝不利呀。我早教导过你，做事需三思而后行。当初争这个暗手时，你可曾想过今日？孩儿以为不过是个县暗手，怎料会掀起这么大风波。这就是你思虑不周，既想夺名，就要有收拾残局的本事。既已动手打压，就该斩草除根，让他永无翻身之日。可东阳知府王申非我派系，府事不好操作，如今再动陈燕，矛头直指咱家，名声损失更大。世人最喜造神，更喜将神拉下神坛，再踩上几脚，以显自己高尚。爹的意思是，一个陈燕不过是世人捧起来的神童，待风头过后，只需轻轻一推，让他摔得粉身碎骨。到时谁还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县暗手？谁还会记得咱家当初的手段？儿明白了。进。陈兄，我等无良师指点，文章多有困惑，听闻你才学出众，特来请教，望不吝赐教。诸位客气了，互相切磋罢了。吃这个。大唐的吃食来历不明，恐有人动手脚。夫子所言极是。大清早找死吧！燕郎出来见我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不活了。哪位仁兄的风流债？赶紧处理了，别耽误复考。燕郎是平兴县陈燕。我枉你为读书人，犯下这等错事，还不快下车！燕郎，你我商议赎身，我把积蓄都给你了，为何躲着我？我不认识你，何时拿过你的银子？你竟不认我？你的好笔上刻着我的名字暖燕，拿出来大家一看便知。我是周继白，并非陈燕。连人都认错，分明是诬告。天色黑，我没看清。既没看清长相，又记不清声音，为何舍得交出全部积蓄？好男不与女斗，陈兄应有气量。兄台若愿放弃府事，送他离开，我便作罢。与我何干？劝人时是圣人君子，损及自身便退缩。你这无耻之徒，我不屑与之为伍。劳烦夫子看住他，待我考完，报官处置。安心复考，此事交给我。我把你骂人的话记下研读，今日可算派上用场了。学点正经的。各位公子，贡院到了，恭贺各位，他日榜上有名。多谢。衣服鞋袜全部脱下，头发散开，馒头掰开，不许私藏遗物。要是下雨，答卷直接泡汤，这比测号还不如。高家真不是东西，县试加府试已经2次了，若那女人也是高家安排的，那就是要彻底毁了我。越是如此，越不能慌，安心答题才是正事。杨夫子说的没错，王知府果然重事迹。高家视周荣恩义为侠志，稍有不从
便赶尽杀绝，恰如呼救而语，可笑又可恨。得赶在日头最毒前写完5经题和试题诗。平日一个个眼高于顶，这会儿不也成了困猴子？就是要让这些酸书生尝尝滋味。他怎么在睡觉？这好蛇连翻身都难，他倒自在，定是题目太难，自暴自弃了。经过通判大人，臣自5号房的陈燕情况如何？回大人，他不到50就睡了，一直到收卷才离开。小的看，是彻底放弃了。高二公子，您看，这陈燕不过是个黄口小儿，怕是知道自己才疏学浅，直接认栽了。你可知他县试向来50便交卷，府试可比县试难上100倍，即便有人早交，也得挨到未试。他呀，就是没那本事。不管他答没答完，把他的答卷毁了。是，高二公子放心，多此一举。你们回来了。柴房住满，我实在没法安置他。为何要污蔑我？你将我送官吧。我前脚送你去，后脚就有人把你接出来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府试还有2天，你可以慢慢想。那今晚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耗在大堂。拿绳子把他绑在这儿，既防跑，又不辱我们名声，一举两得。这样不可。我住大堂，他住我房间。父子怎能睡大堂？学生万万不许。府事要紧，你们得休息好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你看这笔杆上的字。幸亏父子发现，不然今日他拍咬我时，若搜出这支笔，我百口莫辩。你们没与人往来，这笔怎么会刻着他的名字？郑旭3人来找过我，此前我们并无交集，他们来的蹊跷。是高家的人，他们竟为这点事动这么多手脚。县试、府试是他们唯一能动手的地方，过了这关，到院试就全凭实力了。不管怎样，你们专心考试，剩下的事我来留意。4、50篇了，竟无1篇可入眼。取各下按手的卷子来。文风刻意逢迎，却空洞无物。现按手竟是如此水平。大人三思啊！此乃平兴县按手高修远，除落他，陶县令在同僚面前难有颜面。赵同判，你我吃的是皇粮，当为朝廷选才，而非顾及私情。下官受教。好一篇赤子之言，虽显稚嫩，热忱难掩。柴房来看。回大人，考生周继白，年方9岁。9岁孩童有此见识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此卷必取。虽巧儿有些稚嫩，却满腔热忱，难得的赤子之心。大人素来内敛，是何文章能让您如此动容？你们且都看着。此答卷条理分明，环环相扣，实在不可多得。文风淳朴，隐隐有大家风范。文章质量倒是不错，不过这文风，倒是与王知府如出一辙。
赵同判以为此文如何？此前已因高修远之事与王知府起冲突，不可再得罪。反正高二公子也未限定暗手人选，下官以为此文实在难得，该当暗手。所言甚是，所言甚是啊！还有2场未考，如今点暗手，为时过早。可见赵同判对此文喜爱之深，竟迫不及待了。赵同判也是性情中人呐。看看究竟是何人能得赵同判这般赏识？咦，又是只有9岁，9岁便能将文章写得如此老辣，实乃神童啊！大人，此子正是平兴县的陈神童，如今在东阳也是赫赫有名。哦，愿闻其详。赵同判果然好眼光，竟发掘了一名神童。知府这是要让我当替罪羊。此子文章虽好，然年纪尚小，若点为暗手，恐日后恃才傲物，不如将他处落，磨一磨性子，往后方能成朝廷栋梁。赵同判有爱才之心，老夫佩服。只是他乃农家子，家中供其读书不易，若贸然处落，家人恐以为他无资质，断了他的求学之路，这岂不是我等有负朝廷，有负君父？如此神童，万万不可埋没。要磨性子，也该等他成了童生，给家人留个念想才是。众位所言甚是，只是此时才第1场，直接点暗手确实为时过早。第2场，碧蓝陈燕。你赔我成文纸，衙役回我成文纸。我的文章全毁了！扰乱科考，以舞弊罪论处，拿下。我奉皇命复考，反遭衙役陷害。大人不分皂白就抓人，是要包庇恶徒吗？纳粮科考，岂能藏污纳垢？放肆！高家手眼通天，竟能左右府事，快来人主持公道！快带走！为何喧哗？此子失心疯，考场胡言，本官正处置。大人明鉴，衙役拔刀欲杀我。全部带走问话。大人，曹主文章在好舍，恳请一同带上。学生见过府台大人。是你扰乱考场。大人，学生若不如此，早已命丧贡院。闹这么大动静，只为见本官？实属无奈。你就不怕本官治罪？大人造福民生，是清官好官，必明察秋毫。学生文章已完，恳请提早交卷。哼，成文只一回，如何交？曹植有全文，恳请赐纸誊写。哼哼，既自信便默写出来。多谢大人开恩，大人乃青天大老爷。带他下去。
陈燕3场文章字字珠玑，按手非他莫属。此子品行不端，大闹考场，且出舍默写，谁知文章是他所作？我亲手他草纸，与默写稿一字不差。这还不够？哼，他是铁石毫无灵气，府试一考此刻，岂能作数？陈燕排第2。大人，陈燕文章最优，谁能当暗手？此子年少跳脱，当磨一磨性子。高修远文章沉稳，暗手当之无愧。回客栈等，榜帖出来，早晚会知道。高修远又拿暗手，高家权势滔天。许是他文章写得好。那文章华而不实，怎及陈兄练达？你2人文章贴一处，却屈居第2，我们都为你不值。在下才疏学浅，重视已是侥幸。各位仁兄才能出众，只可惜时运不济。夫子，学生与季白已是同生了。不错。我呢？第37名。我排第37名。往后还有院士中了生源，才算真有功名，切莫松懈。好的，夫子。暗手是谁？高修远。高家太贪心。高修远文章不配暗手，高家这般霸道，必引世子怨怼。夫子料事如神，平兴县的世子们怨气冲天，刚刚来找我，想推我出来与高修远唱对台戏，被我推辞了。你推辞的对，一线世子表率你还担不起。高家在风口浪尖，学生想再加把火，小心引火烧身。学生退一步，高家也不会留情，不如趁机削弱他们，方能自保。你想好了便去做，一得罪透了，不在乎多一次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被人污蔑，自然要报官。我跟你一起。中了，七少爷是暗手。本少才学不凡，考生不过如此。少爷文采过人，暗手手到擒来。陈燕中了吗？多少名？他是第2名。你想说什么？为何陈燕还能排第2？皇上不把高家放在眼里，该赶他走，革了陈燕功名。祸水东引便是。二哥厉害，此事你莫插手。二公子不好啊！陈燕告了高家。放肆！陈燕送暖叶去府衙，暖叶供出是高家下人指使。安静，安静！陈同生刚得功名就报官，莫不是攀咬高家泄愤？他不服七少爷暗手之位，找女子构陷。我从未见过他，大人明鉴。二公子有何说法？凭大人审理，若真是高家下人所为，绝不轻饶。高明远一介白身，为何能坐于公堂？我家二公子处处是座上宾，与你何干？大梁历律载明，为生源见官不贵，举人可坐堂，他凭什么？蒙大人赐座在下，无福消受，撤了吧。陈公子有何证据？无凭无据，便是诬陷。我何时告过高家？告高管事就是告高家。蠢货！高七公子是说高管事能代表高家，还是他的事都是高家指使？我没说，都别笑。公堂之上禁止喧哗。陈燕，你有人证物证吗？学生只为自证清白报案，暖烟招供与我无关，暂无证据。既无证据，当严惩攀咬女子。大人，是高管事说高家要对付陈同生，许我赎身才做的。烟柳哥妈妈可知他常点我，他房里的灯还在我那儿。你胡说！速去烟柳阁查证。高管事常点暖烟，这灯是他亲手所奏，阁中姐妹都知晓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今日必判，否则御史弹劾者很快就到。二少爷，救我！恶奴！谁指使你打着高家名号诬陷陈同生？
没人真实，是我见陈燕不敬二位少爷，自行找暖烟行事。高家果然气举宝帅。福太大人，乃我家恶奴所为，绝不包庇，恳请严惩。按律，见即入功名者杖责，入犯30，从犯10，行刑。你真有能耐！仰仗做事公正，学生才敢讨回公道。神童多不成器，因恃才傲物，不知权势可畏，才学护不住自身。学生受教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当韬光养晦。学生实为自保，若今日不报官，烟花女子拦车之事传开，我名声尽毁。既如此，好生备院试，若中，本官助你入府学。谢作师栽培。嘿嘿，你真有福气呀！阿燕9岁过县试，比咱们这些泥腿子强多了。多少人读一辈子过不了县试，这回他若过府试，就是童生了。府试哪那么好考？他就是去试试啊。县试排最后1名罢了。陈家湾都没童生，他才学几年书，最后1名也是中了。中不了府试，来年还得从头考。府试花销大，你家底子早空了吧？地里刨食供不起读书的，当初非要分家，如今倒会享口福。天天吃干的，哪像我们省着过。县试都要3、4两，府试更费钱。德少怕是把分家的钱都花光了。日子是省出来的，别把家底子折腾没了。各位奶奶婶婶不用费心，小子能挣钱，不劳大家挂心。都瘦了，回家就杀只鸡补补。1个月挣1、2两，堪堪够花销。1、2两？你上哪挣的？阿奶没说我的话值钱，孟少爷还来催过话。阿燕读书的钱都是自己挣的，家里吃的也靠他，孩子熬夜画画苦着呢。真是好小子。可算醒了，再睡就去叫大夫了。饿坏了吧？快喝鸡汤。儿子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总之没中也没事，咱再考。你还小，别往心里去。我中了，府试第2名。中了？我儿子是童生了。这么大的事，咋不早说？你们也没给我机会啊！哇哦！我儿子陈燕中童生了！深更半夜何事？我儿子陈燕中童生了！文曲星下凡，陈家湾要兴了！必摆宴席，请回外嫁女，让4邻都知道陈家出了贵子。学生6月要考院试，即日起，任何人不得打搅燕哥儿读书。若不是你考府试，我早去你家打地铺催稿了。读书要紧，你去了我也不画。道理我懂，这140两你收着。啊，下册虽多，140两怕是要亏。市面上也有不少孟子漫画了。你是童生，身价早涨了，论做生意，10个你也不及我。快准备下一本，大梁右头都等着九渊先生呢。连夜雕版，复兴县的工匠都调来，12000本。原来孟子这么好记，老板买1本。哎，老板还有书吗？卖光了，工匠们正在加印。把那些仿本的书肆都给我压下去！周荣有学未归，就不铺张摆席了，咱们自家人热闹热闹。周夫人客气了。季白和阿燕能作伴备考，我们才该多谢。院试8月底开考，还在东阳府贡院。报名后随我去府城特训，这里僻静，已客栈稳妥。何若水大人是永安6年1甲榜眼，
学富五车，文章享誉士林。他掌镇江省学政，能定生源功名，比主政官更让士子敬畏。我们的文章在他面前，岂不是班门弄斧？我不想去丢人。他任提学官3年，知院士水准莫忧心。今年是他最后一任，若中，你们便是他门生。文章华丽豪放，我文风淳朴，格格不入，尽力就好。先顾好你自己。我文风偏华丽，贴合宗师喜好，总不至于被出落。几百多练便可，阿燕不必改文风，精进质朴本色即可。宗师变得好文好坏。好的，夫子。此文立意再深些便好。学生明白。天热，吃这个解暑。大人，各府递来的帖子都具了。院士在即，岂容私情？把东阳府各县及府市按手考卷拿来。这般文章也能当按手？高家当真是连脸都不要了。金意精准，故事生动，竟是启蒙神书。院士好，务必寻到九渊此人，我要见他。哎，你这劲头，再拖我真要吐了。刚凉快没半刻。夫子上周刚考过这题。人识了无妨，纸绝不能毁。我的卷子啊！哪是春风化雨，明明是狂风骤雨。不吹人正不捧君，拍好大宗师马屁。生源名额总能留一个。怎么烧得这么厉害？这聪明脑瓜子可不能烧坏了，明日再复，你该养身子。你昨日答得如何？答卷被雨水打湿，怕是过不了了。你护住卷子了吗？我用后背挡住了雨水。难怪你病了。你文章如何？ 80%把握，我还是默写下来给夫子看看吧。